怪的暗號，只因我一對天眼始終大路，心思精細總有分數，當苦惱冤案總破得到，攀山跳海我都永不卻步，只需要根據感覺他的引導，機警的我總有一套，問誰賣力實力我認最好，逐步構思我分析圈中哪個可以，然而縱使身體此刻透支，來望我知穿梭空間太過勞意，若你知我話是追根究底，一心偵緝到底，絕對機警偵探出位，憑我事實上懷有絕藝，追根究底，始終偵緝到底，撞破艱險的計中計，憑我解開紫荊的這個謎。想用直升机把人头砍下来，不过敌不过我10大暗器之首棒棒糖，没事吧？这样我杀不了他。你的瘾还挺大的，这么晚还出来玩模型飞机。你们怎么会在这儿？难道你们跟神婆？哼，要不是这样，怎么能把你引出来再杀人呢？麦等。我只不过玩遥控直升机失手，用得着用手铐吗？你怕苏碧在他的电视节目里越说越多，就连你杀曲奇的经过也说出来，所以你就发短信恐吓他，还想利用遥控直升机杀人灭口。我杀曲奇，大家都知道他是跳楼自杀的。监视器所拍到的录像带和宿舍保安的口供都显示，曲奇当晚离开了宿舍之后根本就没回去，所以他绝对不可能回宿舍跳楼自杀。我们之所以有错觉，曲奇是跳楼自杀，主要是因为他从宿舍对面的高处堕下致死，而且在宿舍里有很明显的跳楼迹象。不过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根本就没回宿舍。这张照片就是曲奇离开宿舍的时候，监视器所拍到的，很清楚看到他穿的这双是镶了水晶星星图案的皮鞋。但是当曲奇堕楼身亡，警方到现场搜证的时候，发现，在曲奇宿舍窗前竟然变成这双镶有水晶太阳图案的皮鞋，嘿嘿，是不是很奇怪呢？如果曲奇他真回过宿舍的话，他为什么要换双鞋才去跳楼呢？好，就算他真的换了一双鞋才去跳楼，他本来穿的那双水晶星星图案的鞋又去了哪儿了呢？我们一直想不明白，这个凶手是用什么方法行凶的，竟然让大家以为曲奇是在宿舍跳楼自杀的。这个凶手真是不走运啊！在案发当晚，苏碧大师这么巧呢，在给珊姐看风水，他还看到曲奇在窗外飞过，就连他的辫子都直了。最奇怪的就是曲奇从出道到现在从来没编过辫子，因为他说这样会伤害头发。而这个辫子呢，就成为这个案子里的疑点。我查过了，人体的头发呢，每根可以负重50到100克。如果编起一条辫子的话，就连自己也可以吊起来。那当然，要把曲奇从其他的地方搬到宿舍大厦，然后制造成跳楼自杀，还要有一样东西帮忙。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遥控直升机很面熟呢？如果我没推理错，这件事应该是这样的：你之所以要出动遥控直升机，主要是要在梦工程宿舍的隔火层和对面大厦的天台之间拉上一条吊索。当然，不一定要用拍戏那种专业的吊索，只要用一根能承受重力的鱼丝就行了。准备功夫做好了之后，当然轮到重头戏上演了。不知道你用什么方法约了曲奇去对面大厦天台见面，然后用预先准备好加了安眠药的红酒弄晕曲奇。跟着就是最重要的那个步骤，你把他的鞋脱了，再把他的头发编成辫子，挂在鱼丝上，然后把他推出天台。
由于对面大厦的天台比宿舍高，于是曲奇就被自己的辫子吊着，并一直向宿舍那边滑过去了。你跟着要做的就是看准曲奇滑到宿舍前的时候，剪断鱼丝，让曲奇掉在宿舍前的地上。最后，你只需要把鱼丝和曲奇的鞋拿走，随便找个地方扔掉，那这件事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加上你事前趁曲奇离开宿舍，就偷偷地溜进他宿舍里，然后把客厅布置得就像跳楼现场一样，让所有人都以为曲奇是跳楼自杀的。其实你的杀人计划相当巧妙，不过有件事你控制不了的，那就是曲奇穿了一双什么鞋出去，所以你只能在曲奇的宿舍里面随便找一双鞋放在窗台前面。就这样天网恢恢，你留下了破绽。这些全都是你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做的？你要证据吗？有，网上的世界什么都能查到。我们查到你在网上曾经订购一捆拉力有350磅的鱼丝，你应该不是用来钓鲨鱼吧？其实最重要的证据是你自己亲口说出来的。哎，在这里。那，你自己在重案组亲口录的口供，你说当晚自己一个人去旺角电影院看7点半那场，跟着回到宿舍，就看到曲奇跳楼自杀了。可惜啊，你百密一疏。从旺角回梦工程宿舍的必经之路，当晚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7辆车连环相撞，造成大塞车。如果你真的看完那部电影才回去，你根本不可能来得及在案发的时候赶到现场。你最新你的演艺事业，这种大好机会你当然不会错过。在这么多镜头前，你就上演你姐妹情深的戏。这次可以说是你的职业病出卖了你。就算我真的没去看电影，也不代表我是杀人凶手。啊，听说那双鸭子牌的球鞋是你的最爱啊！自从曲奇死了之后，你很久没穿了，是不是因为你踩死一只蟑螂，所以你不敢穿，有阴影呢？这是搜查令，只要我们在你当天所穿的那双球鞋的鞋底找到同一只蟑螂的 DNA， 就可以证明你曾经上过对面大厦的那个天台。你们怎么知道我踩死了一只蟑螂？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恐怕这次连这只蟑螂也不放过你。人家把你当好姐妹，你竟然为了被人家抢走你的女主角就杀人。是曲奇先出卖我的，枉我把她当好姐妹，她根本就该死。由于我跟曲奇是同期出道的，所以一直都是好朋友。有一次，曲奇认识了鸭子牌运动服的老板，知道他想找人拍广告。他看我当时很久没接到工作，就把机会让给我了。哪知道，直到最近，我们得到一个机会去电影公司试镜，结果电影公司选中了我。曲奇当时还挺替我开心呢。有一天，我看见他跟一个八卦杂志的狗仔队记者在一起。那个狗仔队记者在这行出了名缺德，我不明白曲奇为什么跟他来往，所以后来我去找曲奇，想提醒他小心这个人。怎么这些照片会在曲奇这儿？哪知道第二天我回到公司，甘心人竟然告诉我，电影公司要求换演员。我不相信曲奇会出卖我，所以我决定找他问清楚。这几年，JoJo的人气一直都在你之上，难道你想这一辈子都输给他吗？总之，现在你抢到女主角，你就用心去演，不要再想 JoJo 了。枉我一直把她当好姐妹，想不到一直在我背后出卖我的人就是她，她根本就是死有余辜。你误会曲奇了，他找那个记者呢，不是想害你，他是帮你。我们去调查 Leo 那个案子的时候，找过你说的那个狗仔队记者问话，这份就是他的口供，你不妨看看。树墨对，谢谢你啊，曲奇姐。那我要的东西呢？那个狗仔队记者这么巧捡到鸭子牌老板的手机，看到你的照片，便想卖给杂志赚钱。但是曲奇收到消息，花了5万块买下照片，不让他们传出去。不可能呢，要不然电影公司怎么会突然要换人呢？出卖你的人不是曲奇。关于这件事呢，我们查过曲奇的经理人何山，这份是何山的口供。
珊姐，我昨天听电影公司的人说，你跟这部电影投资财团的负责人见过面，是不是你跟他们说了什么，弄到他们要换人呢？我没说什么，我只不过跟他们分析，说现在外面的人说周周跟 Leo 有一腿，挖你的墙角。如果再让他们两个合作的话，会再惹绯闻，到时候就会影响票房。我只不过这么分析，至于换不换人，是他们的决定。我之前做了那么多事，就是不想影响JoJo这次做女主角的事。但是珊姐，你竟然……做我们这一行的呢，为了事业需要不择手段。JoJo的人气一直在你之上，难道你想这一辈子都输给他吗？总之，你现在抢到了女主角，你就要用心去演，不要再想JoJo了。有时候为了自己的前途，就算好姐妹，也没情讲的。你错了，珊姐。比起我的前途，我觉得JoJo更重要。主角换人，完全是因为珊姐在你背后讲你是非，根本不关曲奇的事。为了一个误会，竟然死在自己好姐妹手上。曲奇，我对不起你。干什么？不吭声，不像你啊！哎，说实话，我觉得娱乐圈真的很复杂。你想想，就像啾啾跟曲奇，明明是好姐妹，为了一点小误会可以闹出命案。所以呢，我一直都反对佩佩加入娱乐圈。幸好她还听我的话。哪儿关娱乐圈的事啊？这是人性的问题，人就是这么复杂。你在一段关系上放的感情越多，你就越难忍受对方背叛自己。如果每件事都计较和计算，就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脆弱。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感性、出口成章了？这个世界有很多事都想不到的，你又怎么会想得到这次破案是靠一只蟑螂？那倒是啊，这次真是 DIE 怪事之最了。哎呀，这案子忙了一晚上，累得快散了。不过总算解决了一件事，看来可以回家睡一觉了。哎，你好像还有一段投入了很多感情的关系没解决呢。哇！哎呦，干嘛吓成这样啊？喂，收拾好东西想去哪儿啊？其实我这次骗了你们这么久，我也不好意思再继续留下去了。不是有江湖老大在追杀你吗？你出去不怕他们找到你啊？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搞定的。其实这次闹出这么大的事，你们不但不怪我，还救了我一命。我哪还好意思厚着脸皮赖着不走啊？你也不用这么内疚，要不是你把这个凶手引出来，我们也抓不到他。那倒是啊，要不是你看见曲奇从窗外飞过，我想子朗他怎么也想不到啾啾杀曲奇的方法。哎呀，你不要走了，反正这间房也没人住，你就当陪陪撒姨嘛。其实你们也明明知道我不是小姨了，干什么还对我这么好哦？哎，那人海茫茫，我们都可以相遇，也是一种缘分。说不定是小姨让我们相遇呢，对吧？是啊，别走了，那收拾好东西，我们一起出去吃顿好的，庆祝庆祝。走吧，走吧。不要了，谢谢你们了。我想我真的要走了。那你想去哪儿啊？我回乡下拜我老爸。我啊，已经好多年都没去拜过他了。我要是再不回去拜他，我想他一定会托梦打我屁股的。啊，你说你老爸叫金吊桶吗？是不是很出名的？我真的没有骗你们的。我老爸金吊桶苏豪这个大名啊，当年真的是名震全港澳，没有人不知道的。苏豪啊，哇，这个名字很豪气啊！喂，长相行不行？看看啊。哇，高大威风啊！亲生的？当然了。拿来看看。乐乐，你干什么？你别告诉我老爸是被人谋杀的。我骗了你了，你也老骗人了。我说啊，你老爸8成是被你气死的。玩我是不是啊？给我老爸的相架。老爸，对不起，对不起啊。安口，你没摔着吧？锦囊，魂飞九霄一声雷，陨落重渊铁叶摧，祖印盖逢吉星照，苦心孤诣夜永垂。哦，这么像黄大仙的签文，他说什么？苏碧，你不会告诉我这支签文说你老爸不是你老爸，你不是你老爸的女儿吧？不是啊，原来我老爸早就算出我会遇到这次大劫的。那魂飞九霄一声雷，也就是说我会看到窗外飞尸，然后会声名大噪。陨落重渊铁叶摧，
就是说我会被飞机撞死的。左印盖缝吉星照，苦心孤诣叶永垂，也就是说我会有祖先的庇荫，然后还会有贵人相助，帮我消灾解难。我爸还叫我好好的学习，将祖传的风水术数发扬光大。贵人会不会说子朗啊？说真的，这次要不是遇到朗朗呢，我想我早就陪我老爸给阎罗王看风水了。哇，uncle 很厉害呀，他算的真是很准。所以呢，这次我回乡下拜完他之后，一定要潜心修炼，好好学习，继承他的衣钵，绝不能影响我老爸的大名。不用这么急着走，再住些日子。那不行啊！现在 DIE 的人全都知道我装神弄鬼，总会找我算账的。我想我一定要走了。各位，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我们有缘的话会再见的，请啊，请啊！好，拍古装戏呀！苏密大师走了。是啊，他说回乡下拜老爸，跟着就潜心苦练，短期内不回来了。哦，他叫我带他跟大家说一声很对不起。不是吧？一声对不起就这么走了？喂，他现在在哪儿啊？电话号码能拿来啊？他决定改过自新了，你们就放他一马吧。喂，什么放他一马？我看他摆的桃花阵摆得很好，想叫他再摆个送子阵，生个可爱的宝宝吗？不止这样啊，我带着他送过我的手链呢，桃花运旺了很多呀。不是吧，小凤姐你也有女朋友？不是说这个，我以前出去没人理我，哪知道我带着这条手链，画女先生追着叫我捐款。那苏碧这也做神婆的天分。当当当当！今天呢，我们 DIE 有大喜事。罗 Sir 呢，他正式向鼎爷申请，将我们 DIE 呢升为常规部门。那虽然暂时还没有正式批准，还要再过6个月试用期。不过呢，为了这次庆祝 DIE 扬眉吐气，我就特地买了只乳猪回来跟大家庆祝啊！耶！好，非常棒，罗 Sir 真棒啊！那好了，乳猪吃完了，剔牙，要开工作室了。好，把所有的资料拿出来，看看有什么案子要查，开工作室。OK， 我们就看看哪个悬案这么走运，能成为我们 DIE 头炮。小凤姐 ，Let's go。OK， 把资料搬出来。哪用搬那么辛苦啊？我们不是早把资料输入电脑了吗？就把这个神圣的任务交给电脑，让它抽出一个幸运档案。咦，这不是3年前女模特沈丹在清晨独自出海玩浮潜而离奇遇害的案子吗？女模特浮潜啊，这个案子我没调来 DIE 之前查过呀。我好像在八卦杂志上看过这个新闻。这案子当年很轰动，女死者被豪客割伤大腿，大动脉流血不止，以致施救致死的。怎么会变成悬案呢？难道她被水怪杀死的？有没有水怪我不知道，但这个案子有个疑点，蛙人在案发现场附近一带，并没有发现有养蚝的痕迹。那也就是不是意外，是凶杀案。小凤姐，你进步了很多。是啊，这么多年的案子都记得这么清楚，真的进步了很多啊。何止啊！他刚才说到流血不止的时候，简直是面不改色。小凤姐呀，说说而已，又晕。擦点油，擦点油。好了，小凤，既然这个案子跟你这么有缘，这个案子就由你负责。谢谢 Sir。不是吧？这个案子也让我们查？不错 ，This is an order。只不过这个所谓的悬案，是不是应该交给 DIE 他们查呢？这案子当年是由我负责的，我绝不能容忍我破不了的案子让 DIE 破。不过黄 Sir， 我们贸然这么插手，会不会？我们现在让人欺负到头上了，想起罗永恒那个得意的样子就一把火。我告诉你，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截他的胡。什么？要我替曲奇演女主角？那这个想法呢，是我跟电影公司说的，因为啾啾跟曲奇的事件呢，对我们公司的形象影响很大，所以为了挽回声誉呢，我就跟他们提议，用我们梦工程力捧出来的星星来接替女主角这个位置。佩佩什么时候成了梦工程的星星啊？这也是我刚刚决定的。虽然佩佩呢没有什么演艺经验，但是我看得出她很有潜质。不过话虽如此，虽然电影公司接纳了我的提议，但是他们有附带条件，就是希望我们这位星星要在未来2个星期之后的舞动神话比赛拿到冠军才可以。冠军？我看过佩佩跳舞，
我对他很有信心，我觉得他是我心目中最佳的人选。啊，甘先生，你真是独具慧眼。你不要看佩佩，她平时傻兮兮的，她跳舞很棒的。她很小呢就已经拿到跳舞冠军了啊！还有啊，也有导演发掘她去拍戏，她真的很有潜质做明日之星的。撒姨呀，你别胡说了，那个什么跳舞冠军呢，只不过是小学里面的比赛嘛。上次那个色狼导演就更别提了。甘先生，我不行。你先别急，你可以慢慢考虑一下。不过呢，这次关系到我们公司重整形象的问题，所以公司的高层呢特别重视这个 project。未来呢，也有可能会投放大量的资源在这个计划上，所以呢，你一旦答应了，就要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你还考虑什么呀？这么难得的机会，很多人呐盼都盼不到啊。是啊，试试又不会死。你教过我，人这一辈子什么都要试一试嘛，免得将来后悔啊。哎，你那次啊，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当然什么都无所谓了。但是我这次栽了，要栽一辈子的。如果你成功啊，就大红大紫喽。哎，你没试过又怎么知道呢？上次你带我去 disco 跳舞，不是跳得很好？你真觉得我跳得好？好。那你千万不要为了哄我而说我好。哎呀，这傻小子啊，要是会哄人呐，就不会到现在都娶不到老婆喽。好，死就死吧。不过呢，你千万不要告诉我姐姐啊，让她知道我进的娱乐圈，她非得一枪打死我不可。没这么夸张吧 ？OK， 没问题。甘先生，哎，佩佩今天很精神呢。嗯。那不过你要有心理准备，主要因为呢时间紧迫，所以呢可能很辛苦的。绝对没问题，我决定的是，不管再怎么辛苦，我都一定能坚持下去。甘先生，你放心，佩佩有我看着，绝不会让甘先生失望。既然你们这么有斗志就好了啊！我来给你们介绍佩佩的特训导师，艾希，请进。那这位就是你的学生佩佩，叫艾希好了。你好，多多指教。我是阿萨，暂时是佩佩的经理人。如果佩佩有什么不听话或做的不好，你尽管说了，行了，不用太宠她。我一定会。我知道你将会参加舞动神话，要跳钢管舞。我也知道你对钢管舞完全不了解，所以甘先生叫我来教你，我示范给你看。艾希真厉害啊！你不用羡慕，稍后你也有机会公开演出。我公开演出？佩佩，当众表演呢，除了讲技术之外，还要有胆量。如果没胆量的话呢，随时都会临场失准；但是有胆量的话，就算技术差一点点，也可以用应变能力在临场补救。过了这一关呢，你就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舞者。记住，这只脚抬高点儿，这只手高点儿，听着音乐，跟着拍子，一直跳，试试。嗯。再来一次。喂，佩佩，你受不受得了？来，喝点水。哦。受得了。我们继续吧。不是吧，艾希啊，佩佩她，我想她有点累了，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15分钟好不好？那时间是不会等人的，我希望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多加训练。佩佩啊，舞动神话呢不是小学生舞蹈比赛，你要认真一点。不是吧？你就想放弃了？我也不想啊，我要像艾希跳的那么专业就好了。但我自己了解自己，难道让我在那么多人面前出丑啊？跟我来。想不想看我跳 hip hop？ 你跳 hip hop？ 耶！张正义 ，show time。
不错。正义哥，你真是不声不响，吓人一跳啊！喂，师兄，跳得不错呀！承让，下次再来跳啊！下次再跳，拜拜。正义哥，你真的好厉害呀，敢出去跟人斗！你这个黑袍师兄真是当之无愧。哎，我乱跳一通啊。不过我刚才呢，想起李小龙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害怕是由于你不能当机立断，一旦犹豫就会退缩。所以佩佩，你信我，只要有信心，一定会成功的。是不是丹丹的案子有什么进展啊？你们是不是抓到凶手了？凶手我们还没抓到，但这案子由我们 DIE 接手，我们想再了解一下这件事情。丹丹是我创立梦工程第一批签回来的 model。当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她是我的梦中情人。我记得，你们当时交往没多久就计划结婚了。为了筹备结婚，丹丹不知道多紧张。可能就因为这样，在她出事前几天，我们为了婚礼的小事吵了几句，之后她还几天不理我。不过我真想不到，她就这么离开了我。我们很想知道沈丹出事的时候你在哪儿。我打电话给丹丹，但她还很生气。后来还挂断我电话，之后我一个人去酒吧喝酒，结果就喝醉了。我记得，你当时还有时间证人。我那晚醉得很厉害，我第二天醒来才发现原来我在助手阿山家里。甘先生，那恕我多嘴问一句啊，这案子已经过了3年了，你想想，有什么事事后你觉得可疑呢？啊，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在警方找到丹丹尸体的时候，在她身上找不到我送给她的定情星座项链。那晚我本来想睡了，跟着电话响，原来甘先生喝醉了打电话来，我担心他有事，所以出去找他。甘先生，我到了酒吧，甘先生已经很醉了。怎么喝这么多？我想叫他走，给我喝一杯。谁知道他不肯走，还让我陪他喝酒。我陪他喝了2杯，他就醉得像滩泥了。你为什么不直接送甘志峰回家，反而带他回你的家呢？他喝醉了，怎么能让他自己开车回家呢？而且我也不知道他住在哪，所以我就开他的车把他带回我家了。你们那晚发生什么事啦？他喝醉了，还可以做什么？我把他带回家之后，就把他搬到我的床上，然后我自己睡客厅。睡到了第2天，他才醒，跟着就接到电话说丹丹出事了。你对甘志峰和沈丹这段关系有什么看法呢？沈丹本来是我们梦工程的 model， 后来他跟甘先生交往，甘先生对感情真的很认真。不过那又怎么样？他认真，但人家不一定这么想。那个沈丹，他对婚礼有诸多的要求，而我觉得他要求的东西是讲钱，不是讲心。根据沈丹好朋友所说，沈丹跟甘志峰的感情非常的好，好的有点不寻常。怎么不寻常？原来他们一直很少吵架。废话，下一个。我呢问过沈丹的家人，他们呢都说甘志峰是一个非常好的男人，对沈丹呢又细心又体贴，而且呢他们曾经听沈丹说非甘志峰不嫁。那也就是说他们俩之间的争吵只是茶杯里的风波了。好，下一个。罗 Sir， 我找过当时死者的潜水教练钱瑞静，但是他现在呢约了朋友去马尔代夫潜水，所以暂时没有找到他。不过我看过他当时给的口供，我发现有点问题。问题有什么问题？当时他给的口供，他说沈丹一个人一早就去永屋，跟着一个人就开游艇出海，但什么时候出事，为什么会出事，他说的非常含糊。身为一个潜水教练，竟然让一个女生自己一个人出海，是挺可疑的。也就是说他们俩之间有可疑的地方。OK， 下一个。我查过何山住的大厦，案发当天的值班保安，他说曾经看见何山接了甘志峰回家，而甘志峰当时醉得不省人事，这也就证明何山跟甘志峰的口供没有可疑。还有啊，我们问过那个何山了，我觉得他对那个甘志峰呢应该有点意思。整晚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没发生关系，鬼才信呢。人家有没有做过什么，不是我们这次调查的范围。这么好奇去做，狗仔队吧？也不一定啊。如果甘志峰跟何山当时发生过关系的话，那不排除他们有可能给假口供。我翻查过记录，案发当天甘志峰的车的确接了罚单，而地点正是何山家的楼下。
这样的话，也就是说那辆车没动过。咦，很细心啊！谢谢梅天星。好，那么照这么看呢，现在最大可疑的就是这个潜水教练。小凤、郑毅，继续查。Yes sir。哇，佩佩最近每天这么晚回来，公司有很多事做。是啊，他回来问问他。真要命啊！这裙子怎么短成这样？哇，穿成这样出去，让人看啊！我刚才去佩佩房里看有没有衣服要拿去洗，就找到这么条裙子。好好的穿这么短的裙子干什么？缩水了吧？哇，穿这么短的裙子还这么晚回来，会不会做不正经的事啊？电视怎么这样？奶奶，你按错了电梯的监视器了，你再按就行了。是吗？喂，你看那个女生在那扭来扭去，她的屁股扭啊扭啊扭的。哇，一扭一扭的，肯定吃了药丸了。宝宝别看。佩佩，互动神话比赛，拍电影，当女主角。佩佩，你当初跟撒姨去梦工程做事的时候答应过我，你会脚踏实地的做事，不会做什么明星梦的。我现在就是脚踏实地，向着我的理想出发，没问题啊。妈妈支持你。你妹妹长得这么漂亮，说不定一炮而红，我还能当新妈呢。我看你的女儿行，你不行。哎，其实佩佩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也无可厚非。他这不叫追求理想，叫痴心妄想。你就是一直对我有偏见，看扁我。哎，喂佩，喂，还没说完呢。佩佩她本身很有潜质，但是欠缺信心。我想，如果她敢走出第一步的话，前途一定无可限量。希望他可以冲破心理关口。哎，佩佩，你还等什么？你让我再准备一会儿啊！你真傻，准备的越久你就越紧张。听我说啊，你现在呢什么都别想，深呼吸，跟着走出去，证明给所有人看你是行的。死就死吧。哎呀，干嘛带我来这种地方？我说了不看，看了长针眼。梅等，你信我一次，佩佩不是贪玩，她是认真的。是啊，认真的玩吗？晶晶啊，别这么固执。不是每个投身演艺事业的人都贪慕虚荣的，每个人都有自由追求自己的理想。那你想除暴安良，正义想锄强扶弱，佩佩也一样。她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你支持她。你看看，佩佩现在长大了。她不会永远都是岳父的女儿、奶奶的孙女、你的妹妹，她有自由选择自己的路，我们应该支持她才对。佩佩为了这次的表演呢，真的付出了很多。她无论跌倒多少次，都能够爬起来。她这份决心真的不简单的。秀慧，你叫谁呢？哦，没事，我说她跳得很好。佩佩，well done。谢谢你，甘先生。刚才跳得很好，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连魔鬼教练都称赞你，你开心了？全靠艾希你教得好。佩佩，姐姐，人家教得好，也要你听话苦练才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是你姐姐叫我们来支持你的，晶晶啊，我说了你一定行吧？谢谢你们，谢谢姐姐。谢谢不是靠嘴说的，要努力做出好成绩给我们看，知道吗？嗯。我长这么大，真没有试过这么多人为我鼓掌，为我欢呼啊！我说了，你有天分吧？我相信你用不了多久，一定成为明日之星。你知不知道当艺人一点都不容易啊？今天呢叫你跳舞，明天呢叫你跳伞，然后呢叫你跳蹦极，再跳楼。明日之星啊，我真想都没想过。没人叫你一步登天的吗？只要你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一定成功。哎呀，我参加完那个舞动神话再说吧。用不着担心，那我教你一招，你学会之后，保证你不会紧张。真的？你别小看我，我一定行。这样真的行？当然行了。你记不记得，李小龙先生每次摆出这个姿势，一定把坏人打得落荒而逃。所以你学会这个姿势，一定可以壮胆。来，跟我学。告诉他们，别小看我，我一定行，知不知道？知不知道？高 Sir， 你为什么在这里啊？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我就为什么在这里喽。这案子由我们 DIE 负责的。So what？ 我们重案组调查的 case， 你们 DIE 经常从中作梗了。钱先生，不用理他们。这样吧，跟我回重案组喝杯热咖啡，我们慢慢说。钱先生，我有责任提醒你，你只不过是资料的提供者，并不是疑犯。你跟不跟他回去呢？你真的要想清楚啊。张正义，高材生，既然是这样，就在这里问吧。哦，那就好了。为了不浪费钱先生的宝贵时间，我提议一人问一题。高 Sir， 你不介意吧？怕你们呀？就一人问一题。钱先生，麻烦你把当天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在案发的当天，沈丹一早就来找我，他跟我要船出海玩浮潜。本来我想跟他一起去的，但是最后他还是坚持一个人去。我当初也没留意，可是过了很久，我看他还不回来，我就尝试用望远镜看看能不能看到他。哪知道我只看到船，我看不见有人。那你当时为什么不马上出海找沈丹？我当时唯一的船被他开出去了，我想出海也没办法，所以我就赶快报警了。死者是你的学生，你任由他自己一个人出海，不怕他出事吗？沈丹有潜水牌照，加上那天风平浪静，我以为他一个人可以应付的。但是出了事之后，我很后悔。如果我去，他应该没事的。你就一直留在岸上，直到警方来了为止？是啊，我一直都没离开过。不信你可以问隔壁三婆。我想知道的是，你跟高 Sir， 好像应该轮到我问了吧？讲明了一人问一题呀。对呀，正义问完一题，就到高 Sir 你了，再到我，跟着又是正义了。你们俩耍我啊？被耍不要紧，能够抓到凶手才是最重要的嘛，对不对？嘿嘿。啊，不是吧？这么严重啊？什么事啊？柏芝打电话来说，我们回去的公路交通意外，车都堵死了。糟糕！甘先生，你真是什么都行。你给佩佩想的这个形象，真让佩佩完全不一样了。本来呢是想给佩佩改变一个形象，哪知道这么配。啊，对了，撒姨啊，怎么了？我爸妈来了没有？你们邢家三宝呢，加上你姐姐和姐夫呢，一早就坐在大堂了。你满意了？那正义哥呢？他答应你来，他一定会来的，你放心。是啊，别想那么多了，就快比赛了，专心一点。秦佩佩，下一个到你了，好好跳。佩佩 ，good show。来。
跟着我们就要正式宣布这次舞动神话的全场总冠军了。恭喜你，某某口邢佩佩！我是冠军。恭喜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得奖感受呢？我很开心呢。我要谢谢一个人，没有他，我不会站在这个舞台上，也不会得到这个奖。你去送花。佩佩，恭喜你！谢谢你，干姐。不必理解說古怪的暗號，只因我一對天眼始終大路，心思精細總有分數，當父老冤案總破得到，攀山跳海我都永不卻步，只需要根據感覺他的引導，機警的我總有一套，問誰買力實力我認最好，逐步構思我分析圈中哪個可以，然而縱使身體此刻透支。來望我知，穿梭空間太過樂意，讓你知，我話是追根究底，一心偵緝到底，絕對機警偵探出位，憑我事實上懷有絕藝，追根究底，始終偵緝到底，撞破艱險的計中。